深夜被尾随，我敲开陌生邻居的门喊：“老公！”他搂住我说：“老婆加班辛苦了。”凌晨的电梯数字跳到15楼时，3个纹身壮汉跟着我走了出来，钥匙在手里发抖掉落。我扑向那扇从未打开过的邻居家门，嘶喊：“老公，救我！”门开了。一个刚洗完澡的陌生男人愣了，然后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对着走廊说：“媳妇儿，加班到这么晚。”那一刻，尾随者的脚步声停了，便利店的白炽灯光被甩在身后。林威提着塑料袋走进小区时是午夜12点半。作为数据分析师，连续加班3天后，这盒牛奶、2根香蕉和1瓶苏打水是他对自己最后的体贴。保安亭的王大爷听着咿呀的评书，朝他含糊地笑了笑，一切如常，直到他拐进通往 C 栋的林荫道，脚步声响起来了，不止一双。林威加快步伐，身后的脚步也随之加速，沉重拖沓，带着漫不经心的压迫感。他不敢回头，后颈的汗毛根根竖起。50米的小道被月光切割的斑驳陆离，香樟树的影子晃动着，像鬼魅单元门在眼前。他扑过去按密码，滴的一声，玻璃门打开又合上，就在彻底关闭的前一秒，3条黑影抵到了门外。为首的是个光头，黑色 T 恤紧绷出壮硕的体格，手臂上的龙形纹身在昏暗光线下狰狞可怖。他敲了敲玻璃，对他咧开嘴，露出被烟熏黄的牙，口型清晰：“你跑不掉了。”电梯。林威冲进轿厢，疯狂按着15楼和关门键，门缓缓合拢，隔绝了外面3张恶意的脸。他瘫在金属壁上，塑料袋掉落，牛奶盒摔破了脚。15楼到了，钥匙串在手里发抖。另一部电梯也叮咚一声，门开了。3个男人走出来，一步一步，不疾不徐，劣质烟草和汗液的臭味弥漫开来。走廊没有退路，喊叫吗？这个时间谁会为陌生人开门惹麻烦？绝望中，他看到了那扇门，1501对门。搬来3个月，从未见过主人，门口干净得像样板间，堵上全部运气的豪赌。林威转身扑向那扇门，砰砰砰！老公，我回来啦，快开门！他用陌生而凄厉的声音尖叫：“宝贝儿，我错了，再也不吵架了。”身后的脚步停了1秒、2秒，门内毫无动静。就在他心脏沉入冰窟时，咔嗒，门开了，一只手握住门把，骨节分明。接着是一张脸，英俊的过分，眉骨很高，眼窝深邃，头发微湿，黑色浴袍松松垮垮，露出锁骨和一片结实的胸膛。他看向林威，又看向走廊里的3个男人，愣了整整3秒，然后他猛地拉开门，一把将他拽了进去。他撞进一个温热结实的怀抱，鼻尖是清爽的皂角味和水汽。下一秒，手臂环住了他发抖的肩膀。一个低沉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清晰地传遍走廊：“媳妇儿，加班辛苦了。”门在身后重重关上，门隔绝了外界，也抽空了林威最后的力气。他双腿发软，却被那只手臂稳稳拖住。站稳，声音里的宠溺消失了，只剩下冰冷的命令。林威抬头对上了一双结了冰的眼睛，冷静锐利，像能把他从里到外剖开审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几乎挂在他身上，浴袍敞开的更多，胸膛的热量和坚硬触感清晰可辨。他慌忙挣脱，后退撞在墙上。谢谢，外面我知道。他打断他，走到猫眼前观察，动作轻得像幽灵。公寓是极简工业风，水泥灰墙壁，黑色金属架，冷色调灯光，没有生活气息，像设计精良的堡垒。他们还没走，他直起身，但这扇门，除非用专业工具，否则进不来。他从角落提起黑色工具箱。打开后不是螺丝刀扳手，而是电子元件和线路。他将一个黑色方块贴在门锁上方，接上细长天线，然后在手机上点击。好了，任何破解门锁的尝试都会触发最高分贝警报，我手机会收到通知。
林威目瞪口呆，你是做什么的？他没有回答，从冰箱拿出水递给他，先平复情绪。你脸色白得像纸。我叫林威，住对面1502，沈默。他在黑色皮质沙发坐下，冷硬的气质和家具融为一体。现在告诉我，他们是谁？为什么跟你？我不知道。我就是下班回家，在楼下发现被跟踪。仔细想，从下班到被跟踪，有没有特别的事？最近得罪过人？林威摇头。数据分析师的生活2点一线，代码和报表不和人结仇。沈默手指敲击沙发扶手，嘟嘟的声音在寂静中格外清晰，不是普通劫匪，目标明确，行动有章法，懂得制造心理压力。从楼下跟到楼上，不急于动手，目的不是抢劫，更像是警告或绑架。他的话像小锤敲碎侥幸。忽然，门外传来轻微异响，指甲刮过金属的声音。沈默立刻示意踢身，像猎豹般悄声走到门边，侧耳倾听。半分钟后，他摇头示意外面的人已离开，但他拿出手机，屏幕上显示着4个监控画面，其中一个是15楼走廊，3个男人正走进消防通道。他们没下楼，进了楼梯间。沈默声音冰冷，林维大脑空白，他们在等他出来，或等沈默离开。更可怕的念头浮现，他们会不会认为他和沈默是一伙的，连他一起报复？沈默调取另一个画面，楼梯间消防栓后的摄像头，光头在抽烟，另一人拿着望远镜对准林威家的窗户，而光头手里的手机屏幕亮着，上面是一张照片，林威今早出门时在电梯里的半身照。照片像冰水浇头，背景是电梯金属壁，光线角度证明是今早偷拍，不是临时起意。沈默声音低沉，他们盯了你至少1天以上，知道你住哪户，知道你的作息。林威想起最近楼下的黑色金杯车，昨天回家时莫名的被注视感，公司门口固执跟了他10几米的传单员，琐碎片段串联成网。为什么？该问你自己。沈默语气像手术刀，你说工作不和人打交道，换个问法，你最近经手的工作会不会触及某些人的核心利益？核心利益，数据背后是市场、用户、财务、星海资本。他脱口而出。沈默挑眉，我们公司风驰科技正和星海谈融资，决定公司生死。我是尽职调查数据组核心成员。星海提供的财务数据有问题，至少30%流水是伪造的，用虚假账户和脚本制造繁荣假象，商业欺诈。如果风驰基于这些数据接受投资甚至上市，后果灾难性。这发现还有谁知道？我上司周明浩总监3天前我把初步报告发给他，他说事关重大，让我别声张，他会秘密汇报高层，然后他让我深化分析，找更多证据。这3天我一直在加班。他还特意叮嘱，为了保密，所有数据都在内网服务器处理，不要拷贝出来。沈默沉默片刻，周明浩。好，他走到书桌前，那里有台配着3个曲面屏的专业电脑。他坐下戴耳机，双手在键盘上飞速敲击，键盘声像急促雨点。林威打量他，背部肌肉线条流畅有力，左肩胛骨下方有块颜色更深的皮肤，像纹身或烙印。10分钟后，沈默停下，转椅面对他，脸色凝重。林威，你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我报警，警察会带走你，惊走他们，但他们只会被定寻衅滋事，关不了多久。你揭露星海的事会立刻摆上明面，对方能雇人威胁你，第1次就能有第2次，下次你没这么好运敲对我的门。事实残酷，没有实质伤害，那3人最多拘留几天，而他会彻底暴露在危险中。第二呢，沈默目光如手术刀落在他脸上，留在这里。
在我这里你绝对安全，同时把你手上所有关于星海的数据、模型、分析过程全部告诉我，我帮你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并且一劳永逸解决所有麻烦。这超出了一个好心邻居的范畴，你为什么要帮我？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沈默沉默3秒，一字一句。因为星海资本 CEO 叶琛，5年前他是我在特种部队的战友，我亲眼看着他为了掩护我被炸断左腿退出现役，信息量太大，所以你想帮他。沈默嘴角勾起冰冷弧度，那是林威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近似笑的表情，却比任何冷漠更让他心寒。不，我是要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空气凝固了，林威试图从他眼里找开玩笑的痕迹。没有，我不明白他不是救过你，有些债用腿还是不够的。沈默声音很轻，却像重锤，有些事比断一条腿更重要。他不愿多说，起身回到电脑前。你的选择还有选择吗？报警陷入无休止的威胁循环，或相信这个谜一样的男人，前特种兵，拥有专业设备和调查能力，和敌人有复杂过往。更大的豪赌，但至少给了他看到真相的希望。我选第二个。沈默毫不意外，指了指书桌旁另一台笔记本电脑，用这台电脑远程登录你们公司内网服务器，调出所有分析报告、原始数据、建模代码。可是服务器有 IP 白名单限制，只有公司内部能访问。沈默头也不回，在键盘上敲击几下。现在可以了，我把这里 IP 临时加进了你们公司白名单，顺便抹掉了登录日志。林威再次被震惊。潜入公司服务器，修改白名单，抹掉日志，在他口中像说天气不错一样轻松。他坐下登录，屏幕跳出验证通过。把他伪造流水的证据链完整梳理一遍。沈默说好，他进入专业领域。你看，这是星海提供的用户注册数据。从3月开始，每日新增用户曲线有突兀拉升，几乎是垂直上涨。正常增长曲线应该平滑，这种断崖式增长只有一种可能，机器刷量。他调出 IP 分布图，超过 60% 的 IP 指向固定 IDC 机房，正常用户 IP 应分散在全国各地住宅或商业网络。沈默凑过来，距离很近，他能闻到他身上干净的味道。他目光专注，不像外行看热闹，像专家审阅报告，还有用户行为模式。真实用户行为随机多样，但这些虚假用户行为模式高度一致，固定时间上线，浏览固定数量商品，下单收货地址集中在几个虚拟仓库，整个流程像军队一样整齐划一。你的反欺诈模型核心逻辑是什么？沈默问，问题精准得让他惊讶，是基于熵的异常检测。健康系统状态趋向混乱无序，信息熵高，被操控的系统行为会变得单一有序，信息熵异常降低。我的模型通过捕捉熵值的剧烈变化，定位虚假流量源头。沈默沉默，看着屏幕上的图表和代码，眼里闪过复杂情绪。做得很好，他说。简单夸奖竟让他有一丝得意。这些证据足够证明他们欺诈了吧？极足够，但还不够。沈默摇头，这些只能证明星海数据有问题，但无法直接证明是叶琛本人主导。他可以把责任推给副总或技术团队。商业欺诈定罪关键在于主观故意，我们必须找到他亲自下令或知晓此事的直接证据。邮件、会议纪要、内部聊天记录，这些最高机密，他一个外人怎么拿到？沈默看穿他的心思，嘴角勾起冰冷弧度。这就是我的事了。他坐回电脑前戴耳机，把周明浩的所有信息告诉我。手机号
邮箱，他平时上什么网站，用什么社交软件，临危照做，沈默手指在键盘上飞速跃动。他意识到今晚他不仅闯进了一个陌生人的家，更闯入了一场无法想象的风暴。手机震动，周明浩的微信：林威，你在哪？怎么还没回家？他下意识要回复：别动。沈默命令传来，他拿过手机看信息，又看他，眼神奇怪。他怎么知道你还没回家？问问题像针刺破被忽略的气泡。凌晨2点多，上司怎会这么晚关心下属回没回家？除非他在等一个确认他安全或被解决的消息。可怕念头窜入大脑，你的报告是3天前发给他的。沈默问：是。你被跟踪是从今天开始的。是。沈默眼神锐利如刀，他在他手机上打字发送：周总，我刚到家，加班晚了点，手机静音没看到，谢谢关心。发送成功瞬间，他立刻取出手机卡，拆开后盖，抠出电池。你干什么？沈默没回答，把手机卡放进银色金属小盒子，看向窗外。如果我没猜错，5分钟内会有好戏看。话音刚落，对面1502的门开了，一个男人从他家里走出来。周明浩，时间静止。林威隔着几十米距离，清晰看到他的顶头上司周明浩像主人一样从他家走出，手里拿着他的备用钥匙，他放在办公室抽屉里的备用钥匙。原来关心保密从一开始就是骗局，他让他加班拖延时间，让他别声张，防止消息泄露，偷了他钥匙，确认他不在家后就带人等他。如果不是急中生智敲响沈默的门，他今晚的结局可能是失踪、背叛和后怕的寒意从尾椎骨直冲天灵盖。冷静。沈默手按在他冰冷的肩膀上，现在愤怒和恐惧解决不了问题，手掌温热有力，像矛让他在情绪狂涛中不致倾覆。林威强迫自己移开目光。走廊里，周明浩和光头低声交谈，表情动作显示气氛不愉快。周在质问，光头不耐烦。你的失踪让他们内部产生了分歧。沈默冷静分析，一方想撤退，另一方不甘心。光头打电话，另外2个壮汉从楼梯间走出。周明浩最后看了一眼1501紧闭的门，眼神怨毒不甘，带3人快步走向电梯。电梯内监控画面显示，周脸色阴沉，低声训斥3人。光头抱着手臂死猪不怕开水烫。现在怎么办？我安全了吗？不，沈默回答简单残酷，这只是第1回合结束。他们知道了你的藏身之处和我的存在。天亮后，他们会用更文明的方式对付我们。文明的方式，比如周明浩报警说你窃取商业机密畏罪潜逃，警察会上门，或新海法务部给我发律师函告我非法拘禁。他们有很多方法把水搅浑，把黑的说成白的。林威愣住，事情复杂到他从未想象。那我怎么办？出去自首，把所有事告诉警察，然后呢？把希望寄托于警察能从混混嘴里问出真相，还是相信周明浩会良心发现？沈默反问，在你拿出足以把叶琛钉死的铁证之前，你的话只会被当成底层员工为敲诈勒索编造的谎言，现实残酷。普通数据分析师对科技公司总监和资本巨头声音微不足道，绝望再次笼罩。不一定。沈默看穿他的想法，他们有他们的玩法，我们有我们的。他看着他，眼里闪烁近乎疯狂的光芒。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要亲手把他送进监狱吗？林威点头。5年前，我们小队在境外执行保护任务，目标是掌握跨国犯罪集团核心证据的线人。任务成功，但撤离最后关头遭伏击。沈默声音低沉遥远，火力非常猛，对方像提前知道撤离路线。我们被压制在废弃工厂，伤亡惨重。叶琛就是那时候为掩护我被流弹击中腿。我们都以为是意外，直到1年后，我从另一渠道得知真相，他拳头攥紧。
那不是意外，是内部出了叛徒。有人把撤离路线以300万美元卖给了犯罪集团，叛徒就是叶琛。林威倒吸凉气，他不是救了你吗？他自己兜，那才是他最高明的地方。沈默嘴角嘲讽，苦肉计，用一条腿换取所有人信任，也换取那笔足够他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脏钱。回国后，他用那钱做启动资金，创立星海资本，靠心狠手辣和在部队学的手段，5年做到今天规模。而那位我们拼死保护的线人，连同家人，在我们撤离后不到1小时全被灭口，我死去的兄弟都白白牺牲了。沈默眼中燃烧复仇火焰。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他犯罪证据，但他太狡猾，所有脏活别人代劳，自己从不沾手。这次他伪造数据进行融资欺诈，是他发家以来第一次亲自下场。因为这笔融资规模太大，他不相信任何人。他看着林威，眼神灼灼。你发现的数据是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周明浩是连接你和叶琛的关键人物。现在我要你做一件事。什么事？我要黑进周明浩的电脑，但他非常警觉，物理接触和常规网络攻击都行不通。我需要一个诱饵，能让他心甘情愿把电脑接到不设防的网络里。而这个诱饵，他目光落在他身上，就是你。上午9点，林威用沈默提供的手机拨通周明浩电话。周总，是我，林威。他声音发抖，电话那头沉默5秒。林威，声音立刻变得关切，你现在在哪？昨晚怎么回事？我快急死了。奥斯卡奖杯级别的演技，林威按沈默指示哽咽描述昨晚遭遇，隐去沈默只说敲开陌生邻居门被收留1晚。周总，我好害怕，那些人是谁？为什么要跟着我？是不是因为我的数据报告？电话那头又沉默。林威，先别怕，是我的错，不该让你一个人承担这么大风险。你在哪？我们必须见面，当面解释清楚。见面？他故作惊恐。不，我不敢出门。你听我说。他声音急切，那些人我处理好了，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但这件事还有很多首尾要处理，我们必须见面，这对你、对公司都至关重要。好吧。他迟疑很久，勉强答应。公司附近左岸咖啡，半小时后见。挂电话。沈默比 O 手势，第一步成功，他上钩了。左岸咖啡馆阳光很好，爵士乐舒缓，林威手心全是冷汗。周明浩准时出现，眼窝深陷，胡茬青涩，但西装笔挺，发型一丝不苟，维持着精英总监体面。他坐下，眼神复杂。林威，对不起，昨晚让你受惊了。他低头搅动咖啡。那些人是星海资本派来的，你那份报告触动了他们核心利益，他们想给你警告。我没想到他们敢在小区里动手。他叹气，脸上悔恨。我已经交涉过了，他们保证不会有下一次。那数据的事，这就是我今天找你的目的。周明浩身体前倾，声音压低。林威，这件事已超出我们能控制的范围。现在不是追究谁对谁错，而是怎么保住我们自己。什么意思？星海那边提出解决方案，他们可以当什么都没发生，融资成功后还会给你一笔足够下半辈子衣食无忧的补偿，但前提是你必须把服务器上所有关于他们数据造假的原始记录、分析模型全部清除，而且要做得干干净净，不留任何痕迹。图穷匕见，林威心脏狂跳，这正是沈默预料的情况。清除，可是在公司的服务器上，我没有那么高权限，你有。周明浩打断，我帮你申请了临时最高权限，但公司网络安全系统严密，大规模数据删除会触发警报，所以这件事不能在公司做。他从公文包拿出银灰色笔记本电脑，用这台电脑，这是干净的电脑，没有公司软件。我会用手机开独立热点，你连接这个网络远程登录服务器执行删除操作，这样所有操作日志只会指向这个临时无法追踪的 IP 地址，
耳麦里传来沈默冷静声音：鱼咬钩了。笔记本电脑像伊甸园的苹果，充满致命诱惑和危险。周明浩把它推到他面前。林威，我知道这很为难，但你相信我，这是目前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为了你，也为了我。声音带着蛊惑，他犹豫很久，指甲几乎嵌进掌心，最终颤抖着伸出手，把笔记本电脑拉到自己面前。好，我做。打开电脑时，林威指尖冰凉，桌面只有一个远程连接快捷方式，周明浩操作手机。好了，热点已打开，没有密码，网络名称 free 减 wifi，free 减 wifi， 讽刺的名字。对周是撒下的网，对林威和沈默是完全开放的自由空间。他连接热点，耳麦里沈默声音清晰，很好，连接已建立，我需要5分钟，想办法拖住他，不要让他起疑。5分钟，在咖啡馆里，在周明浩注视下，每一秒都像走钢丝。他点开远程连接图标，输错一次密码，手忙脚乱重输。别紧张，周明浩声音体贴，但眼神一刻没离开他的手和屏幕。周总，我还是有点怕删掉这些数据，真的就没事了吗？当然。周明浩端咖啡，掩饰急切。林威，你要明白，我们和星海很快就是一家人了。这不叫删除证据，叫清理门户，懂吗？这是为了大家好。冠冕堂皇，仿佛自己不是背叛者，而是顾全大局的功臣。可是万一将来有人查起来，不会有人查的。他打断，语气加重：只要原始数据没了，你那份报告就成了无源之水，谁也无法验证。到时候就算你嚷嚷出去，也只会被当成疯子。耳麦里沈默，进度40%，继续。林威故意把删除步骤做得缓慢笨拙，一会儿说找不到文件夹，一会儿说不确定删除指令。是在这个路径吗？D 盘 Project Faye Orion 文件夹。周明浩不耐烦凑过来看，对，就这个，整个文件夹永久删除。注意力完全被屏幕吸引，他没发现林威的黑框眼镜正把一切传输给沈默，更没发现他绝对安全的手机热点已成不设防的高速公路。沈默正通过这条路把他电脑和手机里的所有东西打包带走，进度70%，他手机里的东西已全部拷贝完毕，通话记录、短信，还有一个加密相册。沈默声音冷静，加密相册，林威心跳漏拍。现在开始拷贝电脑里的文件。他电脑里东西不多，但很有价值。有一些他和其他人的往来邮件草稿，还有几份财务报表的修改记录。稳住还需要1分钟。最后1分钟，林威后背被冷汗浸湿。周明浩耐心到极限，盯着屏幕催促：快点，磨蹭什么？就是一个删除指令。我马上就好。他颤抖着把鼠标移到永久删除确认按钮上，进度95%，好了，全部到手。沈默声音带一丝不易察觉的轻松：执行命令吧。他不再犹豫，按下鼠标左键，屏幕上弹出确认框，确定要永久删除 Project Fairings 文件夹及其所有内容吗？此操作不可恢复。点击是。进度条从1%到100%，只用10几秒。删除成功出现时，周明浩长舒一口气，放松靠在沙发背上，看他的眼神有了真正的暖意。做得好，林威，我就知道你是聪明的姑娘。他拿出钱包，取出银行卡，推到他面前，这里面有50万，算是补偿和封口费，密码6个8。那张卡无比讽刺。接下来你给自己放长假，出国旅游，公司那边我会处理好，等风头过了你再回来上班，我给你升职加薪。他开出诱人条件。谢谢周总。林威低头，声音沙哑。好了，电脑我拿走了。他合上笔记本，放回公文包，起身。记住，从今天起，星海资本数据的事从来没发生过。你什么都不知道，明白吗？明白。
他满意点头，转身离开咖啡馆。看着他消失的背影，林威全身力气被抽空，瘫在椅子上大口喘气。干得漂亮！耳麦里传来沈默由衷赞扬，立刻离开那里回我公寓。我们进入第2阶段。回到沈默公寓，他已站在门口等他。东西呢？他迫不及待。沈默指电脑屏幕，上面显示周明浩的个人信息、照片、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旁边窗口是他和另一个人的微信聊天记录，那头像是星海资本 logo， 昵称叶总。聊天记录从3天前开始，周明浩、叶总鱼已经上钩了。那丫头把报告发给我了。叶总，处理干净点，不要留下任何首尾人。我要活的，我要知道他到底挖出了多少东西。周明浩，明白，已经安排好了，今晚就动手。今天早上，周明浩、叶总出了点意外，那丫头跑了，躲进了一个邻居家，我们进不去。叶总，废物，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1天之内必须把服务器的数据给我清干净，否则后果你清楚。几分钟前，周明浩、叶总，放心，已经全部搞定。那丫头很听话，亲自把数据都删了，万无一失。叶总回了一个字：好。聊天记录就是铁证，就凭这些足够让周明浩进去了吧？林威激动，足够了。沈默点头，但脸色依然凝重。但要扳倒叶琛还不够。为什么？这里面明明提到了他完全可以辩解说他让周明浩处理干净，指的是用合法商业手段解决问题，是周明浩自己理解错了，擅自故人行凶。删除数据，他可以说自己毫不知情，是周明浩为掩盖无能而自作主张。沈默冷静分析，除非我们能找到他给周明浩转账的记录。他打开另一个文件夹，这是从周明浩电脑里恢复出来的几份被删掉的邮件，其中一份是5天前他发给一个海外离岸公司的，内容是索要一笔50万的咨询费。而这个离岸公司的名字很特别，他把公司名字放大 North Star Consulting。 North Star，北极星。沈默冷笑，叶琛当年在部队的代号。林威心跳加速，这就是证据了吧？还差最后一块拼图。沈默目光转向最后一个文件，从周明浩手机里拷贝出来的加密相册。周明浩的电脑里没有这笔钱的收款记录，唯一可能就是叶琛用了某种他认为绝对安全的方式，把钥匙交给了周明浩。沈默手指在加密相册图标上停住，我们来看看一个即将身家亿万的资本大佬会给他的功臣准备什么样的奖励。双击鼠标，密码输入框弹出，密码是什么？周明浩的生日，他妻子的生日，某个纪念日，常规密码他不会用。沈默看着输入框，眼神像破解古代谜题的考古学家。他是个极度自负又多疑的人，密码一定和他自己或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有关。沈默手指在键盘上悬停，输入了林威，林威名字的拼音。你为什么会觉得？因为此刻你就是他最重要的项目。沈默头也不回，用你的名字作为密码，既是炫耀也是警告。他在提醒自己，这件事的核心是你。回车，密码错误。沈默删除拼音，输入林威的手机号码，密码错误，又试了他的工号、生日，全部失败。看来我高估了他的自负，低估了他的谨慎。沈默靠回椅背，林威的心提起来。加密相册就像薛定谔的猫，打开前永远不知道里面是能将叶琛一击毙命的铁证，还是无关紧要的空盒子，会不会和他自己有关？比如他的车牌号，沈默喃喃自语，忽然坐直，对，但不完全对。他打开周明浩的个人信息档案，目光落在那辆黑色奔驰 S 级的车牌上，沪 A886J1 886J1，不对，重点不在这里。
他打开专业车辆信息查询系统，输入周明浩的名字和身份证号，名下所有车辆信息显示，除了奔驰，还有一辆很少开的保时捷911，车牌沪 A JR 911。JR 911，沈默眼神变得奇怪，盯着那串字符陷入沉思。这有什么特别的吗？沈默没有回答，切回密码输入界面，输入了 JR 911，回车，咔嗒，加密相册打开了，里面只有一张照片，一张二维码的截图，一个看似平平无奇的加密货币钱包的收款二维码，这就是那50万。沈默语气平静，但眼神亮得惊人。叶琛没有通过银行转账，而是用了无法追踪的加密货币。这张二维码就是钥匙。周明浩只要用他自己的钱包 APP 扫描一下，钱就到账了。聪明，但也很愚蠢。沈默冷笑，他以为这样就天衣无缝，却忘了只要是数据就会留下痕迹。他在二维码截图上进行技术操作，反向追踪到发出这张二维码的加密钱包地址，然后打开全球区块链浏览器输入地址。交易记录清晰显示，交易时间4天前，交易金额换算成美元正好50万。付款方的钱包地址经过关联分析后，指向某知名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实名账户，账户所有人名字赫然写着叶琛，抓到你了。沈默靠回椅背，长长舒了口气。认识他以来，林威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如释重负的近乎疲惫的放松。所有证据形成完整闭环，从数据异常到周明浩的背叛安排，从叶琛的遥控指挥到无法抵赖的加密货币转账，天星资本的商业欺诈，周明浩的教唆行凶，叶琛的幕后主使，每一个环节都有了无法辩驳的铁证。现在我们可以报警了。林威激动的声音颤抖，不急。沈默摇头，在报警之前，我们还有一件事要做。什么事？开一场庆功宴。沈默嘴角再次勾起冰冷的属于复仇者的弧度，他拿起手机拨通号码，老鹰，是我，幽灵。幽灵。沈默在部队的代号。电话那头传来沉稳男声，头儿，你终于联系我了，我以为你忘了我们这帮兄弟，少废话。沈默语气严厉，却带着不易察觉的温情，帮我查2个人。周明浩，风驰科技总监，叶琛，星海资本 CEO， 我要他们从现在开始，未来24小时内所有详细行踪，精确到分钟。叶琛，老鹰显然吃惊，头儿，你要动他，不是动他。沈默纠正，是送他上路。挂掉电话，沈默转向林威。明晚，风驰科技和星海资本会在外滩罗斯福公馆举办融资成功的庆祝酒会。你想在酒会上？他大概猜到了。没错。沈默眼中闪烁着兴奋与危险交织的光芒。我要让他在最风光、最得意的那一刻，从天堂坠入地狱。我要让他当着所有媒体、所有合作伙伴的面身败名裂。我要让他知道，5年前他背叛的那些兄弟一直在天上看着他。那一刻，林威看着沈默，觉得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复仇者，他更像一个审判者，一个用自己的方式执行迟到正义的审判者。而他，林威，一个普通的数据分析师，因为一次加班、一次跟踪、一次错误的敲门，阴差阳错地成为了这场审判中最关键的行刑人。罗斯福公馆外滩最顶级的私人会所之一，当林威和沈默以风驰科技特邀技术顾问身份手持烫金请柬走进这里时，他感觉自己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水晶吊灯下，金融巨子、科技新贵、媒体名流谈笑风生，空气中弥漫着金钱和成功的味道。林威穿着沈墨准备的黑色小礼服，简约优雅。沈墨则是深灰色西装，英挺内敛，完美融入环境。如果不是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任谁都会以为他是商界精英。目标很快出现在视线里，叶琛今晚绝对的主角。他被一群人簇拥在场地中央，白色西装，意气风发，左腿穿着特制脚型器，走路有微不可察的跛，但不影响他指点江山的气度。周明浩像最忠心的副官，亦步亦趋跟在他身边，满脸堆笑逢人就介绍，这位就是我们星海资本的叶总，画面和谐的令人作呕。紧张吗？沈墨在林威耳边低声问。有点。他端香槟，手心冒汗。记住，你不是来复仇的。沈墨声音很稳，你是来陈述一个事实的。待会儿你只需要把我们准备好的东西放出来就行。林威点头，他们的武器是一个小巧 U 盘，躺在他晚宴包最深处，里面是沈墨连夜剪辑的视频，包含所有核心证据。按照流程，半小时后，叶琛和风驰科技 CEO 将上台致辞，共同启动象征融资成功的全息投影。沈墨的计划就是在那个万众瞩目的时刻，替换掉原本的宣传片。老鹰已经就位了。沈墨看一眼手机，他会搞定后台播放系统。你需要做的就是找机会把 U 盘交给服务生，告诉他这是风驰科技 CEO 临时要替换的最终版视频。林威深吸气，寻找机会。这时周明浩也看到了他，他愣了下，快步走过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惊讶和心虚。林威，你怎么会在这里？周总，林威按沈墨教他的，露出怯生生甚至讨好的笑容。是 CEO 特批我来的，他说这次融资我也有功劳，应该来见见世面。周明浩眼神在他身上扫了一圈，评估他话里的真假。你没乱说什么吧？他压低声音。没有。他连忙摆手。您放心，我什么都忘了，我今天就是来祝贺公司的。看到他这副没出息的样子，周明浩显然放心了，脸上重新挂上虚伪笑容。那就好，好好玩，多认识些人对你以后有好处。说完，他又被其他人叫走了。时机到了，沈墨在林威耳边说：“去吧。”他点头，端着酒杯，状似无意地走向后台。一个年轻服务生端着托盘从他身边经过，他叫住他：“你好，麻烦一下。”他从晚宴包拿出 U 盘递给他，这是我们风驰 CEO 让我送过来的最终版视频，等下仪式上要用的，麻烦你立刻交给后台导播，10万火急。他故意把话说得很严重，还塞给他几张100元大钞。服务生愣了一下，看看 U 盘又看看钱，立刻点头哈腰：“好的，您放心，我马上送过去。”看着他跑向后台的背影，他知道箭已射出。回到沈墨身边，他对他微微点头，表示一切顺利。终于，酒会主持人走上台，用激昂声音宣布：“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风驰科技 CEO 张总，以及星海资本的创始人兼 CEO 叶琛先生，共同上台，为我们开启一个全新的未来。”雷鸣般的掌声中，叶琛和张总意气风发走上舞台，他们分别致辞，展望着两家公司合并后的宏伟蓝图。叶琛口才极好，演讲充满激情和感染力，引得台下阵阵喝彩。他讲到自己的创业艰辛，甚至提到那条受伤的腿，说那是他军人生涯留下的勋章，是他永不言败的精神象征。林威看到沈墨嘴角勾起极度轻蔑的冷笑，现在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个伟大的时刻。主持人宣布，叶琛和张总走到舞台中央的启动台前，双手按了上去。5、4、3、2、1，
全场灯光暗下，所有人目光聚焦在舞台中央巨大的全息投影幕布上。按原计划，那里将出现2家公司 logo 合并，然后是璀璨的未来展望。然而，投影亮起的瞬间，出现的却是一张巨大的微信聊天截图。周明浩、叶总，鱼已经上钩了。叶琛，处理干净点。全场瞬间陷入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懵了。台上的叶琛和周明浩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不等他们反应过来，画面切换加密货币钱包的2维码，50万美元的转账记录，付款人的名字叶琛被红色方框醒目标出。台下一片哗然，这是怎么回事？P 的吧？肯定是商业诽谤。紧接着，林威的声音从音响里清晰传出，那是沈默录下的关于星海资本数据造假的完整分析，各种图表、模型以最直观、最无可辩驳的方式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最后是周明浩那段自白的音频备忘录，姓林的这个丫头必须处理掉。他知道的太多了。当这段音频播放完毕，全场彻底炸开了锅，闪光灯像疯了一样闪烁，记者们蜂拥冲向舞台。周明浩面如死灰，双腿一软瘫倒在地，而叶琛的反应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在最初的震惊之后，他竟然迅速冷静了下来。他拿起话筒，脸色铁青，但声音依然镇定：各位，请大家冷静。这完全是污蔑，是有人恶意攻击，是伪造的。他的话还没说完，沈默动了，他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上舞台，他没有理会任何人，径直走到叶琛面前。叶琛，沈默的声音通过叶琛还没来得及关掉的话筒传遍了整个会场，或者我该叫你北极星。听到北极星这个代号，叶琛的瞳孔猛地一缩，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真正恐惧的表情。你是谁？沈默看着他，缓缓说出了自己的代号：幽灵。幽灵这个词像子弹，精准击中了叶琛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他的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那是一种见到鬼的表情。他踉跄着后退2步，绞刑器发出刺耳摩擦声。不可能，你不是已经……他语无伦次，眼里充满惊骇和不可置信。你以为我已经死在了5年前那场伏击里，对吗？沈默声音冰冷而清晰，就像我们小队里其他7个兄弟一样。台下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纠纷，而是一场牵扯血与火的往事。那场伏击，你策划得很好。沈默一步步逼近叶琛，出卖路线换取金钱，再用一场苦肉计砸断自己的腿，骗取所有人的信任，然后带着兄弟们的血债回国摇身一变，成了人人敬仰的青年才俊。叶琛，这5年来，你每一次从梦中惊醒，有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哭声？沈默的每一句话都像重锤，狠狠砸在叶琛心上。你胡说，我没有。叶琛声嘶力竭地咆哮，他指着沈默对台下大喊：他是疯子，是来敲诈勒索的。保安在哪里？把他给我轰出去。然而没有保安上前，会场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一群穿着制服的警察在一位神情严肃的中年警官带领下快步走了进来。警察！台下有人喊，闪光灯再次疯狂闪烁，带队的警官径直走上舞台，他没有理会歇斯底里的叶琛，而是走到沈默面前，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报告首长，市局经侦、刑侦联合专案组已到达指定位置。沈默回了一个礼，动作干脆利落。辛苦了，李队。看到这一幕，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不是一场闹剧，而是一次策划周密的收网行动。2位警察上前，一左一右控制住了已经面如死灰的周明浩。周明浩先生，你涉嫌教唆他人进行人身伤害、窃取并泄露商业机密，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而那位李队长则亲自走到叶琛面前，出示了逮捕令。叶琛先生，你涉嫌多起跨国金融犯罪、商业欺诈以及故意泄露国家机密，造成严重后果。现在我依法对你进行逮捕。不，你们不能抓我，我是知名企业家，我是功臣。叶琛还在做最后挣扎，沈默冷冷地看着他。叶琛，你不是功臣，你是叛徒。这句话彻底击垮了叶琛，他像一滩烂泥，被警察带离了舞台。一场本该风光无限的庆功酒会，最终以2位主角当场被捕而狼狈收场。林威站在台下人群中看着这一切，心中五味杂陈，有大仇得报的快感，也有尘埃落定后的怅然。沈默从台上走下来，穿过骚动的人群，径直来到他面前。结束了，他说，结束了。他点头，感觉像做了一场漫长的梦。他们一起走出罗斯福公馆，外滩的夜风带着一丝江水的凉意吹在脸上，让人无比清醒。谢谢你，林威看着沈默，由衷地说，如果不是你也帮了我。沈默打断他，没有你，我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扳倒他的机会。他看着远处陆家嘴璀璨的灯火，沉默片刻。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他问他。不知道，他摇头，可能先辞职，然后去旅个游，换个城市生活吧。风驰科技，我是待不下去了。沈默点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好。他们沿着江边慢慢地走，谁也没有再说话，但气氛并不尴尬。那你呢？林威忍不住问，你的任务完成了，以后你还会住在这里吗？问出这个问题时，他的心跳没来由地加快了。沈默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他。他的眼神在夜色和灯光映衬下，不再像之前那么冰冷锐利，而是多了一丝他从未见过的柔和。我的任务，他缓缓地说，还没有完全结束。什么意思？林威不解。叶琛不是已经被抓了吗？他只是棋子。沈默的目光变得深邃。当年买我们路线的那个跨国犯罪集团，这些年一直想把他们的黑钱通过各种合法的投资渗透到国内。星海资本只是他们的试验品之一。叶琛进去了，他们很快会扶植起下一个李琛、王琛。林威的心一沉，所以我还会留在这里。沈默看着他，一字一句地说，直到把他们连根拔起。他忽然向他伸出手，林威，我承认一开始接近你只是为了利用你找到的线索，但是现在我想正式邀请你，也邀请我。我的团队需要一个像你一样顶尖的数据分析专家。他的眼神里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认真，一个能从海量数据中找出魔鬼藏身之处的人。你的意思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留下来加入我们。沈默说，和我一起做一名真正的幽灵，把那些藏在黑暗里的魑魅魍魉一个个地都揪到阳光下来。他的手就停在他的面前，宽厚有力，掌心似乎还带着一丝温热。江上的轮船拉响了悠长的汽笛，晚风吹起他的长发。他看着他深邃的眼睛，那里不再是冰封的深井，而是一片星空，充满了危险，也充满了致命的吸引力。他知道，只要握住这只手，他的人生将彻底偏离原来的轨道，驶向一个无法预测却也充满了无限可能的未来。他笑了，然后他伸出手，紧紧地握住了他。这个故事看似是一个惊险的都市逃生剧，但内核揭示的是几个深刻的现实命题。第一，数据时代的新战场。林威作为一名普通数据分析师，用专业能力揭开了100亿骗局，这证明了在现代社会，技术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积累的技能，关键时刻可能成为刺破黑暗的利刃。
第二，正义的多元形态。沈默代表了一种程序外正义，当正规渠道可能失效时，有些人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执行正义，这引发我们思考，当系统无法保护普通人时，我们该如何应对？盲目信任系统是天真，但完全脱离系统也是危险。真正的智慧是在规则内寻找最大限度的自我保护。第三，背叛的层次性。钟明浩的背叛是职场常见的利益背叛，但叶琛的背叛触及了更深的底线，战友情、国家责任、人命关天。这提醒我们，有些人把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识别这些人并保持距离，是成年人的必修课。第四，普通人如何成为英雄？林威没有超能力，他只是在恐惧中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艰难但正确的选择。这正是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做对的事。最后，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是，在看似冷漠的城市森林中，陌生人的善意可能是一道生门。沈默开门的那3秒犹豫，改变了一切。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某天成为别人的1501邻居，那时你开门吗？如果你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困境或选择，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点赞支持那些在阴影中守护光明的人，订阅频道，下期再见。